七哥，七哥，快醒醒！夫子叫你回答问题了。英语，完形填空，第17题，我明明选了 C。你口水流出来了，骗你的。清醒了没？你有病吧？这不是高考考场，难道是在拍短剧？或者是我还没睡醒？群演、整蛊节目。林七，昨日讲的那篇内容，其中一句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”，何解？回夫子，我觉得我还没睡醒，麻烦您受累过来掐我一下行吗？肃静，成何体统？我的天，这不是我的手啊，怎么胸口还勒得慌？梳的还是一个男生的发髻。天哪！林七，你今日若是身体不适，失了状态，可以立刻滚回去休息。夫子，请问现在是哪一年？元气14年。架空，完了！我才刚考完，连3天都没躺平，老天爷你就把我扔到古代了！你给我出去站着！行。穿越了，女扮男装，看这架势，以后还得考科举，离谱，简直离天下之大。滚回去抄书，将滕文公上下篇各抄20交给，少一个字打了你的手心。多谢夫子。谁在笑？是他吗？七哥，你今天真的太不对劲了，你是不是昨晚又背着我熬夜看话本了，把脑子看坏了？你是谁？行，连我也装不认识是吧？我叫沈慈，你邻居，咱俩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。你6岁在学堂尿裤子那次，还是我帮你洗的裤子打的掩护。哎，停，记得了，沈慈，邻居，超级大好人，别再说了。你以前不这样的，以前我摸你的头，你从来都不躲。人长大了要有分寸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？我觉得现在的你挺好。林七，你是谁？裴衍，你别吓唬他，他今天在学堂撞到头了，还没缓过神来呢。你以前不这样。人都是会变的嘛，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。你以前绝不敢顶撞夫子，更不会在学堂上脱口而出我靠2字。那是语气供词，用来表达我内心极度的惊讶，方言而已。你不是林七，你不是林七。裴衍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林七，那裴兄说说，我是谁？他发什么神经？他以前连正眼都没瞧过你，在学堂也从来没主动跟你说过一句话。从来没说过话。对啊，今天破天荒第一次开口，居然就是问你是谁，莫名其妙。彻底完蛋。横、竖、撇，救命啊！我不会写毛笔字啊，这比原主的也差太多吧？完了，这回是真要命了！我想回家，我想我的柔软大床，我真的回不去了吗？算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先抄完交差保住狗命，度过今晚再想别的办法。第5遍，我的手腕要断了；第7遍，眼冒金星；第10遍，我以前居然觉得备战高考很累，我简直是个被保护的太好的蠢货，我太天真了！谁在那儿？穿越了，女扮男装，还要考科举。老天爷，你是真的恨我，天道好轮回啊！希儿，该起了，
学堂要迟到了，起来起来，娘马上就来。行了，这副营养不良的美少年品跑可以出门骗人了。闺女，你昨晚抄书抄到那么晚，身体受得了吗？没事，娘，我身体好着呢，一点都不累。你别骗娘了，你以前也总是这么说，什么都自己扛，结果前几天一下子就晕倒了，整整3天没醒过来，娘真怕你熬不过去。行了，这碗粥我喝了，这个事我替你考了，你安心去吧，我会替你照顾好娘的。你刚才嘀咕什么呢？我说这咸菜真好吃，娘，我吃饱了，上学去了。刚出炉的芝麻烧饼，我娘特意让我带给你的，还热乎着呢。酥的掉渣，替我谢谢婶子。如果不考虑科古的话，这古代慢节奏的日子其实还行。不行，我要喝奶茶，我要吹空调的凉风。七哥，你嘀嘀咕咕想什么呢？什么奶茶，什么空调？我在想奶茶，就是把牛乳和茶水混合在一起，里面再加点嚼劲十足的木薯丸头。牛乳和茶，那岂不是一股腥膻味儿？你要是想喝，今晚我去西街给你买碗牛乳，你倒在茶里试试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就当我脑子进水疯了吧。孟子见梁惠王，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。”这个字念什么？义，还有这个忧，这特妈是玉。一页书看10分钟，这学没法上了。七哥，你怎么又这副死样子了？沈慈，我在想，我可能是一个文盲。你文盲？别闹了，谁不知道你是咱们学堂功课最好的，每次父子考教你都是第一。唉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那是以前，现在的我连字都认不全了。这个人刚才根本没在看书，他全听见了。林夕，你的字怎么变成这般模样了？回夫子，学生前几日不慎摔了一跤，右手受了伤。老夫看你手背并无伤痕啊。是内伤，筋伤了，表面自然是看不出来的，稍微一用力便钻心的疼，故而无法掌控笔锋。是啊，夫子，我作证，他那天摔得可惨了，趴在地上半天没爬起来呢。罢了，把你今日的笔记重新抄写一遍，明日交给我，记住务必要工整。若再像这般状若鸡爪，我连你的左手一起打。是，学生遵命。你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？下辈子。别啃你那个干粮了，看，我娘让我带来的，有枣泥糕、桂花酥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肉干，快尝尝。你看你最近这几天下巴都尖得能戳死人了。你娘对我可真好，原主真是个好姑娘啊，有这么好的人真心对她。可惜，她已经不在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不在了？没，我说这枣泥糕好吃，我能全出来。枣泥糕好吃吗？这人好可怕，他刚才绝对不是在关心我，他是在收集我的生活信息。他到底想干嘛？关于我在古代活下去的行动方案：第1条，死死捂住马甲，努力装好原主，绝不露馅；第2条，悬梁刺股，拼死学会繁体字和八股文，夺第3陪饮；第4条该写什么呢？完蛋，被盯上了。谢谢。不好吃？好吃，那为什么还回来的是个空盒子？因为吃完了。你只给了1盒糕点，我总不能连木头盒子也一起嚼了咽下去吧？你以前从不吃别人送的东西。你以前也从来不会给别人送东西。我改变主意了。改变什么主意？关于你的主意。七哥，快来！我今天给你带了新出锅的桂花糕，可香了！来了！疯了，满脑子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可是来考试保命的，不是来谈恋爱的。但是古代谈恋爱和考科举，到底哪个更难啊？都难，难于上青天。好甜，只要不去想那该死的八股文，这日子还是挺甜的。
孟子见梁惠王，所我不远千里而来，你将有以令吾果乎？琪儿，慢点吃，当心噎着。这天都没大亮呢。娘，我走了。今日要背一段书本，还要认20个番棋字，没时间了。七哥，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？就跟中了邪一样，连走路都在背书。别吵，我再把这团乱麻一样的笔画刻进脑子里。你以前都是过目不忘的，现在怎么连这些启蒙的字都要重新认了？因为我前几天摔坏了脑子，格式化了行吗？七哥，有屁快放！你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，你这字连3岁小儿拿脚画的都比他强。滚！这冰山又在偷偷观察我，他绝对看穿我了，压力好大。今日月考，不许交头接耳，不许左观右盼，若有作弊者，立刻逐出学堂。默写，完了，那段我昨晚刚好没背完，只能写一半。精义浩然之气是吧？用大白话扯几句中心思想。默写昨日讲的选段，经义中的问答。孟子曰：我之言，我善养无浩然之气，试算其意。策论是：论为整之要在于得人。策论得人，不就是人才管理吗？论为整之要在于得人，分3层来写。第一层如何识人，第二层如何用人，第三层如何养人。套用一下八股文的破题成题基本框架，搞定。这策论写的跟真的一样，稳了。这次月考，有些人的成绩简直是让老夫大开眼界。我念到名字的，自己上来拿卷子。裴炎195分，第1名。申慈160分，第5名。谢夫子。林七默写28分，经义问答41分，策论68分，总分137切。全班共18人，你排第14名，倒数第5。你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？这策论虽有3分见地，可这字迹不堪入目，默写更是错漏百出，你太让老夫失望了。学生知错。七哥，你别难过，这次肯定是没发挥好，下次咱们再考回来。我没难过。第14名，我前世哪怕是闭着眼睛考，也没考过倒数，真丢人，替原主丢人，我真是个废物。你在这儿做什么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你家在城北，这里是城南的郊外河边，你管这叫路过？裴公子迷路迷得挺远啊。考得不好，你不是都听见看到了吗？倒数第5，第14名，大天才，来看我笑话的。我问的不是名次，我问的是你自己觉得考得不好。我以为我这几天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天不亮就起，半夜才睡，我拼命去认那些该死的字。我以为只要我拼命学，这次至少能考进前10的。你以为努力了就一定会进步？难道不是吗？天道酬勤不是你们古人说的吗？努力了不一定会立刻进步，但进步了一定是因为之前的努力。什么意思？第一句话是告诉你，别指望自己随便努力几天就能脱胎换骨。第二句话告诉你，如果不努力，你连留在原地的资格都没有。你的基础太差，连字都认不全，你才学了几天就妄想考进前10。你把这学堂里其他人10几年的寒窗苦读当成什么了？笑话吗？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天真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学了。继续学，只不过你学的方法全错。错在哪儿？背书不能贪多，要分段背，背完一段立刻默写一段。练字不能一天换20个字，要揪住一个字，练上100遍，直到肌肉记住笔锋。至于策论，光有框架不够，要先列提纲，再填补精义。你什么时候写的？在你来河边吹冷风之前。你最近太急躁了，急功近利的人心一乱一定会差。谢谢你。不用谢，还债就行。松油饼你欠我2张了。行，2张就2张，明天早上我给你带。3张。怎么坐地起价啊？为什么突然变成3张了？因为
今天我也没吃早饭，饿了。你天天不吃早饭，早晚胃溃疡。行，我给你带。裴炎，你明知道我，你为什么还要帮我？因为你现在这副狼狈不甘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一个人。谁？我自己。林七，你不是以前那个林七的事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别再为了考试把自己活活累死。已经有人死过一次了。他刚才说，那个位子上已经有人死过一次了。他是不是早就知道原主是怎么死的？林七，你老实跟我说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夫子了？没有啊。怎么没有？你看你这次月考被骂得多惨，我可听说夫子昨晚在书房批卷子的时候，气得多喝了2大碗苦茶。你真没干什么大逆不道的事儿？没有啊。何出此言？我只是单纯的底子差，文章写得不好，字也像狗爬，跟得罪夫子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快转回去，夫子来了。今日老夫先念2篇此次月考中的策论。这第一篇是裴演的，你们都竖起耳朵，好好听听什么叫字字珠筚。用词精准，论证严密，引经据典，信手拈来。这人是人吗？这简直是古代版的人工智能啊！接下来这第2篇是林七的。林七的这篇虽然字迹潦草不堪入目，但立意却颇有新意。大家听好，为整之要莫先于得人，得人则治，失人则乱。识人不可观其表，当察其行；用人不可疑其心，当信其能。他的字确实丑得惊天动地，我那天瞄过一眼，还以为是画的符，但是这意思好像有点意思啊，层次分明，比咱们那些假大空的套话实在多了。安静！林七这篇策论用词不够典雅，引点严重不足，字迹更是如鸡爪乱挠，所以老夫扣了你整整5分句面分。但是他的论点清晰，识人、用人、养人3个层次层层递进，环环相扣，这在你们这群只知道死背书的榆木疙瘩里是独一份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因为你一个人坐在这啃干粮，看着可怜。多谢裴公子好意，但我不需要你可怜。不是可怜，是顺路。你住城北，我在树下，你顺的哪门是路？空间折叠吗？你今天被夫子当众念了策论，很得意吗？我有什么好得意的？68分，刚刚及格而已。在你这个195分的大神面前，我得意得起来吗？你以前写策论从来没被夫子念过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以前不是从来都不在意我，连正眼都没看过我吗？听别人说的。裴炎，既然你来了，你帮我看看我的策论。你说实话，别客气。结构尚可，论点清晰，但论证太弱，毫无说服力，引点太少，显得底蕴浅薄，用词太直白，犹如试讲白话。最重要的是字太丑。大爷，你能不能大发慈悲说一个优点？立意不错。没了，你嘴可真毒。是你让我说实话的。我说的是别客气，不是让你往死里骂。你在进步，虽然慢得像乌龟爬，但你确实在进步。你是在安慰我吗？不是，是陈述事实。你不需要安慰，你需要的是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然后去做。林七，大新闻！你知不知道裴衍今天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偷偷看你？你胡说什么？他看我干嘛？我发誓，他不仅看你，他还在看的笔记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他盯了你的草稿纸好半天呢。你看错了，他那是在发呆。我绝对没看错。他在看我的笔记，看什么？难道是在欣赏我写的字到底能瞅出什么新高度？有病！七哥，刚炸出来的排骨，我娘说昨天你没来家里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太香了，替我谢谢你妈。你自己去谢呗。明天晚课结束来我家吃饭，我娘说要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行，没问题。奇了怪了，你以前最不爱来我家，每次都推三阻四，说怕打扰，现在怎么一点都不推辞了？因为我以前的我太客气，太见外了，朋友之间不用那么别扭。我喜欢现在的你。我也喜欢现在的我。七哥，我爹今天跟我说
让我过完这个月就别去学堂念书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反正我底子也差，肯定考不上秀才，不如早点回家跟着他学做生意，打理家里的布庄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想不想继续念？想，做梦都想。但是，我可能真的不是这块料。没有但是，你想继续念，那就必须继续念。我帮你。你帮我？你自己的功课都忙得焦头烂额，每天恨不得睡在书房里，你怎么帮我？两个人一起学，互相抽背，绝对比一个人死磕快得多。从明天开始，早上我们提前半个时辰出门，在学堂后院的那棵老槐树树下背书。七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对我好啊，你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给我带吃的，放学每天等我一起回家。你对我的好，我这人恩怨分明，都记在心里呢。今儿这晚风怎么这么大，沙子都迷了眼了。明天早上槐树下卯时1刻，敢迟到你就死定了。绝不迟到。破题者以一言点明题目意旨，不可冗，不可漏，不可偏，然后是正破、反破、顺破、逆破，这简直跟做数学公式一样啊！题目是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那破题就是民贵君轻，孟子日障之本也。好像差点意思，但算合格了。下一个，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用顺破法，道之所存，助之所归也。漂亮，这个感觉就高级多了。完蛋，又被投喂了。他说的对，一个字练100遍，让肌肉记住。他说的居然全是对的。这间原本压抑孤冷的古代书房，似乎也没那么让人感到害怕和孤单了。希儿啊，娘今天去市时，听街坊们说你们学堂前几天月考了。考了。那你这次考得怎么样啊？第14名。吃完饭来我书房。默写28，经义41，策乱68，总分137，全班排名第14。我问你，你从小到大可曾考过第14名这等耻辱的成绩？没有。那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你前阵子大病初愈，身体还没好利索，还是说你这功课已经彻底跟不上了？爹，不是身体的原因，是我的字变差了，不是变差了一点，是变得很差很差。我看到了，如鸡爪乱画。默写扣了那么多分，有一部分确实是我一时紧张忘了怎么背，但更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我写的字，夫子他老人家根本认不出来。你自幼习字，为何字会突然变差至此？死脑子，快想啊！我要开始胡说八道了，因为我在重新学。爹，以前我写字只是照猫画虎，跟着字帖描形，根本不明白笔画为何要那般转折。但大病一场后，我想从头开始，把每一个字的偏旁、骨架、运笔都探究个清清楚楚，破而后立。所以，在我没有完全掌握精髓之前，写出来的字自然比以前难看100倍。你变了，你以前只会乖乖照做，从不敢问这些为什么。现在，你有了自己的计较，甚至敢探究本源了，这是好事。但是，你的成绩掉下来了，从第1名直接掉到了第14名，这个巨大的落差，绝不是你一句探究笔就能糊弄过去的。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会补上来的，就在下次月考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好，下次月考，如果你能考回前10名，我就不再过问你每日的功课，随你怎么折腾。但如果你考不回来，那你就必须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你最近到底在搞什么名堂。一言为定，我答应您。回去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爹，谢谢您，今晚没有骂我。骂你有什么用？你从小就吃了太多苦，比谁都懂事，从来不需要我来骂。有时候，我倒真希望你是个顽劣不堪的混小子，不要这么懂事。下次月考前10，行，我林夕说到做到，绝对不让你失望。快趁热吃。对了，昨晚你爹是不是因为成绩的事儿大发雷霆罚你了？我看你眼睛都有点肿。
没罚也没骂我，他就是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让我下次月考必须考回前10。前10？就咱们这几天的进度，你能行吗？能行，就算是头悬杆吹刺刺，也必须行。我相信你，七哥，只要是你说出来的话，就一定能做到，你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。以前的07确实不会让人失望，但我不是他，我是个连字都写不好的冒牌货。快走吧，还要去老槐树下背书呢。07，大八卦，你听说了没？你哪天没有大八卦？说吧，夫子今天又多喝了几碗茶？不是夫子，是裴衍，他今天又没来上课。没来就没来呗，可能生病了。生什么病啊？我堂哥在城门口当差，他亲眼看见的。昨天裴衍家里来人了，好几辆宽大的马车，马车上的人穿的那叫一个体面，非富即贵，绝对是从京城来的大人物。京城来的人？这冰山不是个穷书生吗？难道是什么大家族流落在外的私生子？这设定有点耳熟啊。想什么呢？生病也好，家里有事也罢，关我什么事？我是来学习保命的，不是来看古装偶像剧的。真是活见鬼了！裴衍不在，这学堂里怎么好像空了一大块似的？一转头看不到那个冰块脸，居然还有点不习惯。不对，不是少了他，是少了一个刺激我学习的竞争对手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高处不胜寒，我需要对手来鞭策我。哎呦，林公子，放学了，今日又来买什么好书？掌柜的，您这儿有没有那种专门教人怎么写八股文破题的指导书？越详细越好。有，这本《破题百法》里面总结了历年科考高手的破题绝招，只要50文。买了。这本也买了。哟，林公子，这是给家里的弟弟妹妹买来启蒙的？给我自己启蒙的。林公子真会说笑。不过你最近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以前你清高得很，从来不屑于买这种给小孩子看的通俗事宜。人总归是要面对现实的，是会变的。只要是在变好，哪怕是从小孩子的书看起，又有什么丢人的？正破直接解释题目意思，反破从题目的反面切入，顺破顺着题目的逻辑往下推，逆破反其道而行之。这他妈不就是现代高考作文的万能模板吗？我前世最看不起这种没有灵魂的应试套路，没想到苍天绕过谁，现在这玩意儿居然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正破、反破、顺破、逆破，不行，还有预破、借破破、明破、暗破，我是不是走火入魔了？脑子里全都是破烂玩意儿。他今天一天都没来，家里真的来京城的人了吗？明天他还会来吗？关我什么事？他不来更好，少个人气我。睡觉。07空望老。七哥，回魂了。你这几天到底在看什么呢？眼珠子都要粘在后面那堵墙上了。没看什么，我在思考刚才夫子讲的经义。得了吧，你这3天加起来，回头看了不送10次。你是在看裴衍的座位吧？我没有，他来不来关我什么事儿？你有，你的眼睛就差写着裴衍去哪儿了这几个大字了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明天的作业自己写。行，我不逗你了。我爹前天去城口进货，刚好瞧见了，说裴衍家里来人了，排场大得很，几辆马车停在他们家门外呢。他家里人？我爹说裴家在京城可是极有势力的名门望族，他来咱们这偏僻的清远县根本不是为了读书，只是为了养病的，估计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儿，接他去处理了吧。哦，你就这么干巴巴的哦一下，没点别的反应？不然呢？我难道还要去县衙借套锣鼓，敲锣打鼓的庆祝他早日康复重返学堂？我连自己的破题都没搞明白呢。裴野，你这手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你闲得慌给自己缠这么厚的绷带玩木乃伊游戏吗？写字写的，练字过度，
扭伤了手腕。裴大公子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像个傻子？写字能把整只左手写成这样？你是用左手倒立写字的吗？林夕，你的破题太死板，套用破题白法只能拿基础分。乡试考官阅卷无数，看穿你的套路，你必落榜。成题缺乏过渡，起讲空洞无物，引经据典生硬如嚼蜡。背书，下次月考敢考不到前10，我拆了你！裴言，你这几天到底去哪儿了？你手上的伤是不是跟准备这些东西有关？不重要。不重要？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不是从来都不管闲事的吗？因为你写的东西太烂，字太丑，我看着眼睛疼，心里难受，不想被你恶心到，只能教你。你这个人就不能有一次好好说话不损我吗？不能。你这3天到底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？不能死靠模板，过渡要自然。这道题原来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，逆破转顺破。裴衍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第5道题破题搞定，成题借用一下他这个典故，成了。今天怎么不吃肉饼啊？我娘起晚了，没来得及烙饼。挺好，吃包子节省时间，几口咽下去，不耽误去学堂背书。真是奇了怪了，不过是熬了一夜，齐哥今天这气势怎么全变了？感觉就像是一把刚在磨刀石上开过刃的刀一样，透着股锋利劲儿。刚烙好的葱油饼，我娘亲手做的，3张，1张不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2清了。林七，我给你的破题写了吗？写了，按你的要求做了5个真题的起草。拿给我看。第1个可以，第2个重写，逻辑狗屁不通。第3个玉字写错了，左口扣鱼，不是2点。第4个和第5个尚可入眼。左边是口，右边是鱼，中间是一横，不是2点。写10遍，看老娘这次还记不住。你早上给了我葱油饼，这是回礼。我给你的饼是还之前的债，不用回礼。我知道，但我高兴回就回了。裴衍，你今天帮我改错别字的时候，那个玉字写的可真漂亮。你的字就像印出来的一样标准，什么时候有空也指点我怎么练字呗。教不了，你的手和我的手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了？不都是2只眼睛1个鼻子5根手指头吗？我的手是会写字的手，你的手是只会刨坑的手。你是不是一天不贬低我，你浑身上下就不舒坦？不是，我只陈述事实。裴衍，你手上的伤真的没事吗？有没有伤到骨头？3天后就能拆了，死不了。到底是怎么弄伤的？说了你也不懂。我在京城得罪了些不该得罪的人，这次回去处理点事，回来的时候出了点小意外。是仇家？有人雇凶打你？不是打，是有人想看看我手里捏着什么要命的东西，我不给，他们就想强抢，拔刀了而已。拔刀？那你去报官了吗？清远县令管不管？算了，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你不想说我就不问了，但你以后自己当心点，别真把命搭进去了。你在关心我？谁关心你了？我是怕你死了没人给我看破题。那你大可放心，我的命硬得很，没那么容易死。七哥，你最近是不是中邪了？除了吃饭睡觉，你连喘口气的时间都在背书。因为我看到进步了，繁体字我能认全了，破题我也写了30多个。我不拼命，怎么对得起我掉的那些头发？之前的评语全是宽漏偏，今天居然有可行，不错啦。你最近进步很快。
真的？你居然会夸人？假的，我只是顺口一提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因为你现在的水平只是从差变成了普通的差而已。裴炎，你这辈子有没有被人套过麻袋打过？没有，因为我说的向来都是实话。哼。先破题，裴炎说过，破题必须简洁有力，直击要害，用正破法。勤学者，尽得修业之本也。完美。盖学不可以已则退，不进则退。第一层，立志为先，这是起步；第二层，恒心为要，这是保障；第三层，方法为助，等等。古人怎么看待学习方法？有了，《论语》的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，还有《礼记》的博学之，试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把这2处典故融进去，这骨架就彻底丰满了。今日的小测验，有一位学子的文章让老夫眼前一亮。林七，上来领卷子，大家都要向林七学学。评语老夫写在后面了，结构清晰，论证有力，引点恰当。更难得的是，字迹较前次有明显进步，再接再厉。多谢夫子教诲。七哥，78分，你比上次月考整整高了10分啊！你这也太神了吧！你不高兴吗？我很高兴，但我必须忍住，不能表现出来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上次考得太烂了，这次才进步一点点就得意忘形，显得我这个人眼皮子很浅，很没出息，懂吗？高手都是喜怒不形于色的。你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。他89，我78，差了11分，11分而已。如果我回去把字再练好一点，少扣2分句面分，再把典故背熟用得更准一点，再拿3分，离前十很近了。迟早有一天，我要拉近这11分的距离。掌柜的，上次您说有一本专门汇编4书5行典故的书在哪儿？林公子，您可是来着了。这本典故类编刚到的新货，分类那叫一个详尽。这个多少钱？100文。买了。上次是68，立意可取，但需多读书。这次78，引点恰当。我走的路是对的，进步了10分。下次月考争取冲上80分。裴燕说的对，我确实还是差，差就差吧，差我也能一点点进步。你今天考得不错，夫子当堂念了你的册书，还念了前3名，你是第3。第3？你确定？我以为78分最多排第5、第6，怎么会是第3？确定，第1是我，第2是周明，第3是你。这也太不真实了，我都在想这是不是在做梦了。不是梦，你确实考了第3。那你今天白天为什么还说我只是从很差变成了差？因为那是真的，你现在的水平依然很差，能考第3，只是因为你身边的人比你更差而已。你这张嘴，迟早有一天会因为太毒被人毒哑。但你的进步确实很快，快到出乎我的意料。你这是在夸我？不是，是陈述事实。裴岩，我发现了，你每次冷着脸说陈述事实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夸我。你想多了。不管怎样，裴岩，谢谢你帮我改破题，也谢谢你送的枣泥糕。我发现你虽然嘴毒，但心一点都不坏。你怎么知道我嘴毒心不坏？因为你每次骂我写的差，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到底怎么改。真正嘴毒心也毒的人，只会嘲笑，绝不会帮忙。你今天话很多。因为我高兴啊。不是因为考了第3高兴，是因为我自己实打实的进步了，所以我高兴。那你继续进步，我继续帮你改。你这是在对我承诺吗？不是，是陈述计划。哎，你明天早上吃什么？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娘明天早上做葱油饼，你要是没饭吃，我可以勉为其难给你带一张。我没有早饭。你本来就一副风吹就倒的样子，身体不好还不吃早饭，你这样绝对不行。明天早上我给你带。怎么？你不想要？不要拉倒，那我就不带了，我自己吃2张。那你刚才沉默那么久干嘛？装深沉啊？在想要不要对你说谢谢。那你说啊。
真甜啊！这人连说个要字都像是上断头台背书一样僵硬。明天早上得多带一张棕油饼了，明天一定是个好晴天。七哥，趁热，刚出锅的小笼包，还有酥脆的葱油饼。发卷，今日考教，任何人不得交头接耳。孟子去其这部分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。天时地利乃客观，人和乃主观，主观能动性决定成败。稳了，破题要狠，信义者立身之本，治国之基也。再把《论语》和《左传》的典故塞进去作为骨架，完美。收卷放假。夫子，学生要检举林七他科考舞弊。陈小师，你满嘴喷什么粪？我亲眼所见，刚才答卷时，他这双眼睛就没离开过桌子底下，他绝对在书箱里藏了夹带。夫子，我能作证。前日陈小师假装摔倒，撞翻了七哥的书箱，我亲眼看见他的手在书箱底摸索。你们俩日日混在一起，好的穿同一条裤子，你的证词根本不足为信。陈小师，赌币乃学堂大忌，你可有凭证？搜他的书箱，夹带定在其中。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凭什么搜七哥的书箱？让开！真金不怕火战。林七，将书箱打开。夫子请过目。除了笔墨旧书，只有几张压底的白纸。看清楚了吗？诬陷同窗，陈小石，你等着被夫子扫地出门吧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大家看，这是什么？暗格，这上面全都是书本的精义，这就是铁证。林七，人赃并获，你作何解释？这不是我的东西。从你的暗格里搜出来的赃物，你一句不是你的就想撇清关系？夫子，这书箱是旧物，暗格我确实知晓，但昨夜我已将里面扫荡一空。这纸团是今日有人趁我不备，故意塞进去栽赃陷害的。荒谬！谁会负尽心机去陷害你？就是他，陈小石！你敢说你前世没有故意动过我的书箱？你胡说八道！你自己德行有亏，如今事情败露，便想拉我垫背。对，我作证，林七是被冤枉的，你跟他一伙的，作证无效。都住口！一个一个说。夫子，学生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夫子，我能作证。前日陈小石假装摔倒，撞翻了七哥的书箱，我亲眼看见他的手在书箱底摸索。你们俩日日混在一起，好的穿同一条裤子，你的证词根本不足为信。够了，林七，你有动机，有赃物，却无证据证明是他人所为，老夫绝不听信你的一面之词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我就说他一个倒数垫底的，怎么突然写得出好文章了？原来是靠这种下作手段。你们闭嘴！七哥每晚挑灯夜读，他绝不会做这种事。林七，今日考卷作废，罚你留堂反省。且慢。这不是夹带，这是一场愚不可及的诬陷。裴炎，莫要信口开河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夫子请仔细辨认，这纸上的字迹分为两部分，大段的是书铺印制的书本主界，而这旁边的蝇头小字才是手写。但这手写的字迹根本不是林夕的，这字迹丑陋歪斜，与林七平日的字迹颇为相似啊。形似而神非。林夕的字虽然不堪入目，但他落笔时有个顾忌，凡写之字，最后一捺必定如扫把般向右下倾斜，而这纸上的之字最后一笔却是平行的。陈小石，巧得很，你的之字最后一笔恰好是平的，不如你现在当着夫子的面提笔写一个之来看看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这是包庇！这里面是陈小石前日上交的练字作业，夫子可以对照笔记，他的之字每一笔都是平的。夫子，这是陈小石上旬交上来的课业，您大可比对一下，这上面的之字与这小抄上的字迹转折顿挫是否如出一辙。陈小石，你还有何脸面狡辩？夫子饶命！我是林夕，是他逼我这么做的。他逼你伪造字迹，逼你把夹带塞进他自己的书箱。
然后逼你当众举报他自己。陈小石，你当全学堂的人脑子都和你一样进了水吗？混账东西！同窗之间竟用如此歹毒的心肠相互轻骂。陈小石，罚抄书200遍，留堂洒扫3个月，今日考卷作废。若再有下次，滚出学堂，都给老夫散了！陈小石，想在科举上赢我，就去多读几本书。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，你一辈子都只能是个小丑。蠢不可泥，连做个弊都破绽百出。我的亲娘哎，刚才我魂儿都吓飞了一半。不过七哥，裴演那个冰山脸是妖怪吧？他怎么连陈小石写个之字是个什么鬼样子都记得一清二楚？不是记得清楚，是他那双眼睛把学堂里每个人的底细都扒得干干净净。西哥，我怎么觉着裴演这尊大佛对你格外的上心啊？少胡扯，他那是眼里容不得沙子，见不得别人的文章比他还差劲。拉倒吧，我写的文章比你还烂，怎么没见他大发慈悲帮我改过一个字？怎么没见他替我出头申冤？裴演，多谢。今天若不是你出面，我怕是要被老夫子剥掉一层皮了。无妨，我只是陈述事实罢了。你每次冷冰冰的说陈述事实的时候，其实都在拉我一把。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。你为什么会随身带着陈小石的课业册子？你是不是早就料到他今天会在考场上发难？我不知他要耍什么花招，但我知晓他前日鬼鬼祟祟碰过你的书箱，防患于未然，去夫子案头拿本册子比对一番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那你为何不早点提醒我防备？提醒你有何用？以你的心性，知道了必然慌乱，心一乱，考卷便写不好。再者，你一无所知，被陷害时的震惊和无辜才最真实。戏要做就做全套。裴言，你手上的伤是不是也和……无关紧要的小事罢了。明日放榜，早些回去歇息。裴言，明日清晨，葱油饼，我给你带4张。怎么凭空多出1张？因为你今天救了我的命，2张是还之前的旧账，1张是你的早膳，多出来的那1张是我的谢礼。谢礼大可不必。本公子说要给，就必须得给。随你的便。哎呀，这次的题可真难啊！我的天老爷，你们快看，第3名林夕，我没眼花吧？真的是林夕，他上次不是倒数吗？怎么突然窜到第3了？你没看见他这半个月跟疯了一样日夜背书吗？加上上次被陈小石诬陷，这分明是涅槃重生啊！七哥，七哥，你考了第3，全班第3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看到了。你这反应不对啊！你不高兴吗？你可是第3名啊，策论还考了81分。我很高兴，但是我现在非常需要确认，我到底是不是因为过度劳累，站在这里做白日梦？你下死手啊，真疼！疼就对了，这就说明是真的，这不是梦。七哥，你走慢点，你这腿上是装了风火轮吗？走太快了。我高兴，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家。你考了第3，我考了第11，我也进步了，我都没像你这么像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的高兴。沈慈，你考第11也很棒，非常非常棒，离前10只有1步之遥了。你这人，你以前可是从来不会说很棒这种肉麻的话的。你以前无论遇到什么，最多只挤出一句干巴巴的还行。因为我以前是个闷葫芦，不会说话，也不懂表达。那你现在怎么会了？
因为有人教会了我。沈慈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在巷口等我，谢谢你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带吃的，谢谢你每天送我回家，帮我叫起床，更谢谢你昨天不顾老夫子的怒火，站出来帮我作证。谢什么谢？你是我七哥，我不挺你，我挺谁？走，回家加餐。希儿，今天怎么下学这么早？是不是学堂出什么事儿了？娘，月考成绩出来了，我考了全班第3名。他爹，你快出来！琪儿考了第3名，第3名啊！你娘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，爹。默写65，经义68，策论81，总分214，全班第3。好。孩子娘，晚上多买些肉，加菜。好嘞。你以前不喝酒，今天喝一杯。今天必须喝。琪儿，你做到了。我做到了。但是从今往后，你不用再这么死命的逼自己了。他爹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他爹，你这又是何苦？这匹布是你娘当年出嫁时留下的最好的一块料子，我托了镇上最好的裁缝，比着你的身材赶制出来的。希儿，你不是男儿，你从小穿男装，扮作男儿身，甚至去学堂考科举，这都是我这个没用的爹逼你的。我一直以为咱们林家世代单传，到了我这辈儿没生出儿子，只有这样瞒天过海才能光宗耀祖。但我大错特错了，你考了第3，你当着全学堂学子和夫子的面，堂堂正正地驳倒了诬陷你的人，你比任何男儿都要出色，你已经用实力证明了你自己。所以，够了，你不需要再受这份罪，不需要再用白布勒着自己喘不过气，不需要再穿男装了，做回你原本的样子吧，女儿。爹，我谢谢您。谢谢您今天肯把这个选择权还给我，但是这科举之路，我还是要走下去。这一次，不是因为您逼我，也不是为了什么虚无缥缈的光宗耀祖，是因为我现在自己想考，我想看看褪去身份的枷锁后，一个女人到底能不能在这男人的考场上堂堂正正的走到最后。好志气！既然你想考，爹倾尽家财也陪你考。真啦！哥哥，姐姐好笨，喝酒都呛着了。还行，这一次是真的还行。恭喜！真甜。第3名是个好的开始，但还不够。下次月快考陪演，我要考第2。